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7月18号，视频来讨论一下比特币昨天这一根 K 线主力为什么插针，这个位置专家到底在想什么？那现在收出这种 K 线，也是有朋友在问，短线到底是要涨还是会跌？已经是盘整了26天，短线的朋友最近不管是多方或者是空方，都是被搞得晕头转向。不过昨天压回的低点就看你敢不敢买啊！昨天我是在 Discord 社群上面通知朋友，狗狗币压回日线60MA 的位置可以试着去做多，但是最近比特币短线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操作，还是在报之前 20K 底部抄底的多单。那今天视频也来聊一下，包括周线里面的这一个比特币Pi Cycle 指标里面的一些知识，有没有可能在整理2个月才会进行一波上涨？时间是有重叠区哦。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交易过的朋友，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帮你拉进VIP组，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这一根插针的 K 线。相信技术派看过 K 线理论的朋友都知道，这是一个垂直线啊。那垂直线它是在箱体区间的低档位置，短线方向应该是要往上去看了。不过能不能突破这个高点，上一次也是有犯过错误啊，一直在猜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比特币会赶快去突破 32K。那现在是价格跌回来，它也不肯跌破我前面在这个位置给大家交代的一个支撑位，就是 29.5K。 然后我想跟大家讲啊，视频上面提到的支撑位，只要它没有破，都可以当成支撑或者是压力。不过 Discord 社群上面程序通知的那一些做空或者是做多的信号，大家不要当成支撑跟压力啊，因为那是短线里面闪现出的一些信号。所以如果家人们在社群上面有看到的一些信号，它是隔了3到4个小时，你可以忽略掉，可以再等下一次程序交易的信号。那我们今天要来观察一下，就是昨天这一根插针的 K 线，专家到底是在干嘛哦？昨天有提到一个观点，不知道朋友们还记得3月份到这个4月份整理的区间，现在是主力已经是正式有效突破这个 28.8K， 我也不确定它会不会再压回这个 28.8K。 还有一个支撑就是在这个 N 型的高位是在 28.2K。 但是从目前整理的结构聊了有一段时间，它整理的形态收盘价是非常的强势哦，就是这一根是主力进攻的 K 线，收盘价后面整理的收盘价收在这一个上方的，今天是26根了，26根昨天这种下跌它还能收上来，所以就是有专家在搞散户，他不想让很多散户重新再买到像这种低档的一些筹码。从形态里面来观察，就是主力意图非常的明确，一定是在告诉全市场，包括一些山寨币的专家或者是各路游资的主力，告诉这些资金，我是整理非常的强势，我并不想压回，让很多散户再买到这么低的筹码。所以最近看到的一些现象，就是很多山寨币里面的一些游资或者是专家也是非常的疯狂，动不动盘中有可能都会拉升个10%。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，也就是3到4月份的这个箱体，它前面的一些区间都是上去可能10天左右就是一个陷阱，会重新压回来，包括这个位置也是上去4天到5天压回来，然后这个位置上去2天3天就压回来。那现在的一个位置，我的观点，它是一个有效的突破，上去这一根 K 线突破上去已经26天了，它根本就不想重新回到这个箱体，那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有效的突破。如果是假突破，可能类似这种区间早就已经压回来了，主力是非常的明确，在这个位置它是一个什么心态，我们要思考一下。首先第一点，它拉高上去以后，在这个位置整理，目的是为了把那一些还有资金之前在低点，不管是 20K 或者是这个 25K 或者是去年的 20K 下方 15K 的底部不敢买的那一些资金，踏空的资金，让它在这个位置去追价，就是希望成本，散户的成本给它抬高，主力在这个位置洗盘是有目的的。那你要不要买？你不买的话，我就拉上来，拉上来我有可能就洗下来，洗下来很多空方的朋友又开始担心，这个位置箱体震荡到位，技术形态破位，是不是就要崩盘？但是你可以很明显的观察一下，又撑在这个位置，又收了一个下影线。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里面，在这个高位箱体区间里面整理的技术形态，这一根大跌也是一个大量，或者是这个位置大跌也是一个大量。但是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个现象，
就是在整个箱体区间里面长达25天左右。它每一次大跌大量的 K 线，都是会有第二根多方抵抗的 K 线，在维护下方的一个成本的一个支撑区，或者是包括上一次这个位置有一根大跌的 K 线，4个小时里面也是马上第二根遇到一根多方抵抗。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其实多方抵抗是由成片啊，这个位置也是一个插入线，或者是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吞噬线，那这是一个拇指线，这也是一个插入线。昨天这一根下跌本来是要破了这个3万，马上来了一根多方抵抗，而且它这个位置4个小时里面是有一个4个小时级别的背离，价格在跌 ，KD 在呈上升的结构，包括 MACD 柱状也是呈上升的一个结构，所以4个小时你如果真的昨天再踩这个低点，短线也可以以短为主因为它日线里面并没有背离，所以目前有可能还是在震荡，或者是下一步观察一下到底有没有可能挖壳。至于它什么时候会涨，那今天要再来聊一下这个 Pi Cycle 指标。Pi Cycle 指标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也就是在今年的3月份，这一条红色的线已经是穿过这一条绿色的线。历史上只要这2条线金叉的结构，红色线在这个绿色线的上方，它就是一个牛市的结构。因为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19年的底部，当时起来之后，这边红色的线穿过这条绿色的线，它上去就是一个牛市，只是后面会有洗盘，或者是遇到黑天鹅事件，它也是会重新再踩这个 Pi Cycle 指标绿色的这条线历史上15年的牛市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底部筑底完以后，只要 Pi Cycle 指标红色的线穿过绿色线上方，它整波牛市从来都没有踩过这个绿色的线。当然它会踩红色的线，每一次踩红色的线都是很重要的2次、3次期货利用利润继续加仓，甚至高倍加仓比特币杠杆的一些位置，后面也是会有这种分流的一些行情，有可能像这种位置搞起来会非常的刺激那现在我个人也是在思考，这个位置历史有没有参考经验，就是金叉的位置，如果从这个金叉的位置要横个200天继续震荡的情况下，有没有可能到今年的10月份会不会继续开启一波大涨的行情？因为历史上有这种参考经验，我们可以看一下2019年比特币的牛市，这个位置金叉开始以后到这个位置突破的位置是不是245天？就是这个位置应该都要开始突破，但是它后面遇到黑天鹅事件，后面是再崩下来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2015年比特币的牛市，也是从这个位置这一根开始金叉到这个位置突破的位置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是231天，所以时间是有高度参考性，而且我个人也是一直在观察，比特币真的类似2015年初步牛市的行情，它后面在这个位置是整理了200多天，上升三角的结构可以观察一下，也是会大涨会大跌，会大涨会大跌，会再大涨也会再跌，最终突破。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现在的一个形态是不是有一点像一根大涨，它后面是不是有洗盘？那大涨有没有可能再洗，或者是再涨再洗？也是不排除到10月份，到时候看看会不会往上去突破。而且这里面的时间，上一次有跟大家讲过，还有一个时间就是比特币上面套牢的筹码，从2021年1月份这2个 M 头的顶部下来，到这一根 K 线跌破的位置是69周。那底部的一个区间走到现在涨了1倍，这里面的筹码，上面的这些筹码是不是已经充分转移到这个位置，换手到这个位置，换手到主力的手上？时间我们从这个20K 开始计算到现在，现在是57根。如果在这个位置要再横个2个月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到69根，时间也是有高度重合区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。